我投资最成功的一张卡的话，应该是一个橡皮巨人，700块钱，收了4张，然后现在呢，这一张卡基本上也都翻倍了。我应该主要就是蓝紫路飞的套卡吧，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领袖。我也700收了4张巨人，我还收了一张编号是99的漫画山治，当时是2300收的吧，里面还放了一张那个蛇人路飞，我最后拿了一张是600块买的。非常正确。是我们陪着 OPCG 度过了它的低谷。投资最成功的卡应该是年初买入的一堆路飞的 P 卡和路飞的大头，基本上都是翻倍甚至更多。最成功张卡应该是多特蒙德的路飞吧，因为我平常喜欢看球嘛，当时收了有大概10张，1200块钱收的一张。后来我送评加卖，每张的利润大概是在1万元左右。那么告别过去，回到现在，如果你关注过最近的 OP 市场，就应该知道现在的 OP 市场有多疯狂。疯狂到我都开始怀疑海贼王是不是才是世界第一 IP 了。咱就拿集幻社上的这张行情走势图进行举例，自去年年末开始 OPCG 的整体走势就呈现出了个飙升的趋势。一开始可能还飙得不是特别狠，但自5月末尾 OP16 发售以来，就跟刹不住车了一样，半个月走完了之前半年的涨幅。我身边更是有好多小伙伴借着这波机会直接起飞，所以我就开始琢磨啊，是不是不管谁来倒腾这个 OPCG 都能狠狠的挣上那么一笔。于是乎咱们第一届 OPCG 理财网正式启动，我这边是邀请到了4位小伙伴参与咱们首届 OPCG 理财网大赛，他们要在完全相同的1万元初始资金下进行为期30天的理财投资挑战，根据他们的最终收益来决出谁才是那最顶尖的投资之神。当然，如果4个人全部亏损，也是很好的告诫大家投资有风险，买卡需谨慎。本系列视频也是主要是以娱乐为主，并非鼓励大家跟风下场炒卡，咱们跟我一样图一乐就得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认识一下本期的4位重量级嘉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菩萨，我的 ID 是炎帝鼠，我是一个 OPCG 新人吧，因为跟在座的每个人比起来，我的资历应该是最浅的那一个，好像也只拿过1场旗舰的冠军。投资战绩的话，我觉得因为接触的时间较短吧，所以说我对 OP 的投资大部分去集中在 OP 的事件，还有一些 OP 的那种 SP 上面。这些单卡的收益率平均都在200%以上，我觉得事件卡是 OP 能持续运营的一个产品卡。随着环境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价值会不断的上升，这也是我一直持续买 OP 的事件卡的一个主要动机。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事件从工艺上来说，其实不比漫画差，但它的出率其实是要比 SP 要更少一点。SP 漫画现在多一个漫画事件，毕竟是咱们现在 OPCG 的主要支柱型单卡了，算是。那你这一次参赛准备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进行一个投资呢？第一个方向呢还是维持我之前的一个投资理念，是所有的 OPCG 历史的事件，漫画事件也好，然后一些异化事件也好，这些事件都是在我所有的投资理念和方向之内。其次的话是我会倾向于投资一些类似于有特殊工艺的那种 SP， 这是我的2个主要投资方向。为什么是选择这个方向呢？首先这个方向对于产品来说它是有特色的，特别是对于咱们 OPCG 这个产品我觉得是属于最大亮眼特色的2项产品，所以说往这个方向投资的话，对于无论是看涨看跌，还是它的一个平稳性保值率，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基于我过往的历史战绩来说，目前所投资下来的事件的话，好像没有亏的。还是聚焦于自己的兴趣方向哈，然后因为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方向，然后呢，就是投资的话也去坚持这个方向。对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怎么样吧，作为投资，其实它是一些投机行为在里面的。那对于这种行为的话，能克制住自己，赚取到合适的利润，才是最有效的投资。就哪怕卡赔了，我至少自己留着。对的，对的，对的。好，那么感谢菩萨哈。那接下来咱们王总马驹跟咱们聊聊你的。Hello，大家好，我是刚接触 TCG 不到2年半的萌新爱好者，搞双马驹。
先玩的宝可梦嘛，然后年底是09左右的时候，红紫罗刚死的时候入的坑，玩的是红紫路飞，然后再玩蓝紫真的是路飞， 2年半。对，差不多正好2年半。然后我的话，基本上平时是比较娱乐型的嘛，然后 OPCG 的话，平时也会跟朋友打打什么双人模式或者 DIY 头，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这边其实对投资上之前一直没太关心，基本上都是在收自己喜欢的卡，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或者可以加到卡组里的。我比如说像九山这张卡，我就会每种异化带一张，然后让自己的卡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这次咱们理财王的比赛，你准备用什么样的投资方式去进行自己的操盘呢？之前的话，我可能是，反正我周边的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官方的那些礼盒，特别是大家如果一直关注 OPC 的话，会知道去年年底有一个非常爆炸的产品，就是简中的3周年礼盒。那个时候苏秀出了以后，很多朋友就是看这个卡头就一言难尽吧，那大家都退了，但我就坚定不移的定了4，就其4也不退。包括后面他出的每一个礼盒，我都会去满4，因为我觉得礼盒这个东西，它本身有它的发售的纪念价值，然后我自己一定会留一套，然后剩下的不管是原价卖掉还是它跌了赔了，其实都还能接受，不会亏太多。所以官方的礼盒是我一直会去选择的。然后这个从目前来看，基本上也都还是蛮大的收益的。但因为这次理财王比赛，我们30天内的一个要求，可能目前看没有说出新的礼盒的这个节点，所以我可能会关注到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开始到30天内有一个7月11号，就是发6色一组的这个节点，那就可能从打牌的党的角度，我会去收一些6色一组中的加强的领袖他的一些单卡，比如蓝库赞啊，或者说黄基德啊，就看看他们有一些有价值的卡，我感觉是会有一波涨幅的，然后收一些这个东西。然后因为其实像上一周我们刚经历过一个比较夸张的起伏嘛，但我觉得可能后面30天内也不会有太大的长进，就以这个6色一组的补强为主。然后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一个保底的事件，为了我们这次比赛，就是想去收一箱 OP11神速之犬，就是蓝祖路飞的那个箱子，因为它有概率出我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很后悔没有买的单卡，就是金银路飞。如果我出了一张金银米卡的话，那我一定是第1名。行，可以，没问题。懂了。一个是像针对于未来会发售的产品去做一定性的投资，然后另一种呢，就是通过运气啊，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去搏一搏。对的。OK，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啊，跟菩萨可以说是完全2种方式。菩萨呢就完全扎堆于这个漫画事件 SP 这种相当于贵一些的单卡，然后马驹你这边呢就是针对于打牌卡还有运气。他想要用金尼卡杀死比赛。确实，他要真能开出来，那确实是直接杀死比赛了。好，那王总说完，让咱们助理姐讲2句。Hello，我是小助理，我是 OP05开始玩的，但是其实我打牌打的特别少，我并没有办法去预测哪些打牌卡会上涨，所以我感觉我能做的是根据集幻社的畅销榜以及涨幅榜还有日本的买取数据来分析，然后凭感觉买一买。主要是广撒网，我已经听懂了。对，就是他确实就是这种方式，就是买，我们家这灯都是对于现在这种投资行情来说的话，其实广撒网是也挺对的一个方向吧。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那接下来七跟咱们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77。我是一名非常热爱《航海王》这款 IP 的玩家吧。但是我的投资理念呢，是更针对于像简中啊、美版以及日版一些比较稀有的独占卡，以及除简中外的赛卡吧，会进行投资，然后会直接收评级卡，或者是收一些美品裸卡去送评，然后在卡展呀、集市啊等易于交易的地方呢进行出手。是大佬。你别说77这个思路跟大家其实都不太一样哈，咱们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线上的平台嘛，比如集幻社，或者说可能那儿有闲鱼啊，这种都是可以的。77这边呢会更关注于线下的一些方向，对吧？比如说对，我在集幻社上基本都是收，不怎么在上面卖，因为感觉集幻社上卖东西很容易一下就
就被大家买完了，然后价格就堆上去了，就不好收也不好卖了。确实会有这种问题，大家都是涨就跟着涨，然后对，跌就然后跟着跌。这一个咱们这次的比赛呢，正好也是最近航海王一个回调的时期，我也是想看看，在这一个月期间的投资能不能有一个可观的回报，也能验证一下航海王它真正在这个卡牌市场中的地位。确实涨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看好的时候，就是反而不能说明问题，只有大家说慢慢冷静下来再去观察，才是他真正的实力嘛。对对对，反正都在北京，有机会咱们甚至可以一起去线下逛逛展呀什么的，我可以跟你一块去溜达溜达。行，好，其实大家也一起多交流，因为我一听了大家每个人的思路还都比较有意思的，大家融合到一起挺好的。好，那么听几位兄弟吹完了啊，咱们也该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理财王的正式比赛规则了。那么为了这次理财王比赛呢，我特意设计了5大铁律作为本次比赛的硬性要求。首先，规则1：合法渠道独立操作，选手可以通过集换社、闲鱼，甚至是直播间的各种玩法，去卡展、淘换等任何公开且合法渠道自由买卖卡牌，没有任何限制，全看自己发挥。规则2：同名卡同一时间最多持有4张，选手在30天内购买囤积的任意单卡，同一时间的持有总量上限不能超过4张，目的是为了杜绝选手把某一张卡全扫了，直接自己做盘的这种盘外招，同时也避免有小伙伴一卡定生死的这种极端操作。毕竟理财王嘛，不是赌狗王。规则3：选手之间可以自由买卖手里的资产，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允许选手之间使用各种商业手段忽悠对手接盘。不知道本次栏目能不能有人注意到这条规则的精髓。规则4：因为卡牌变现存在极大的账面与实际差距，为了防止第30天出现有价无市无法结算的情况，我们制定了一套清仓标准，所有未出售的商品截止到第30天24时时，如果你最终没能将它们变现，则会强行按集换社最低价进行计算，并且由于未能成功变现，属于流动性投资失败，所有未变现资产在折算后将整体面临15%的无法变现惩罚，即总额打85折进行计算。毕竟拿到手里才是真实的，而且短期的赢家不一定是真正的赢家也说不定。最后的规则5是剔除了一些运气类的产品，比如说现在的4周年你抽奖中了，这个肯定不能算，对吧？再有就是说你打比赛交了30报名费，然后赢了个编号路飞，你跟我说这叫投资，那肯定也不对，对吧？毕竟咱们的核心导向是看选手们对二级市场以及大盘走势的判断能力，至于运气和打牌实力，那就是咱们频道里其他栏目的事儿了。那么至此呢，5大核心规则咱们就介绍完了，主要还是为了娱乐。观众朋友们也是，我们这就是娱乐视频啊，不是劝大家炒卡。我们几位小伙伴也都会自负盈亏的，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能不模仿就不模仿。为了保持一些神秘感，咱们本次的比赛时间是从6月16号开始的，到7月15号截止。为了不让大家看出选手们的操作路径，我们是偷偷提前开始了，嘿嘿嘿。之后是大概10到15天左右吧，我们会做一期阶段性的复盘，为大家揭秘一下选手们的短期操作是什么样的。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到此也就结束了。小伙伴们更看好他们之中的谁呢？在弹幕中为你支持的选手投出1票吧，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类型的视频，希望小伙伴们能够喜欢吧。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